男人命令女孩双手扶墙，并举起后腰注视前方。看女孩满脸的不愿意，男人就要动手帮她，但却被旁边的老头制止。只见他敲了敲门，一个非常奇怪的独眼龙走了进来。他一脸凶狠地走向女孩，然后给女孩看他的耳朵，竟然被封死了。独眼龙说这就是抗拒的下场。接着他又摘下眼镜，女孩被吓得浑身一颤，而这则是逃跑的下场。女孩害怕了，她只能按照要求乖乖地趴在墙上。男人警告她，只要红灯不灭，就必须保持这个姿势。此时女孩无比后悔，因为这个房间是她昨天刚租的。那时的她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，因为这所公寓不仅物美价廉，邻居们也都非常热情，并且隔壁还住着帅哥。女孩本以为会是个全新的开始，可就在当晚，她就被奇怪的声音惊醒，走过去一看，自己的宠物猫竟然被扔进了微波炉，成了一盘熟透的点心。女孩还没来得及悲伤，突然发现屋里有个人影，她拼命地往外跑，刚好碰到了闻声而来的邻居，但本以为是来帮她的，可下一秒，邻居就变了脸，他一把拽住女孩的头发，男人追上来，拿着电击棒将女孩电晕了过去。声音把所有租客都吵醒了，但没人愿意上前帮忙，就这样看着女孩被硬生生拖回房间。等女孩再次醒来，已经被换上了囚服，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她的手臂开始颤抖，明显是要坚持不住了。好在这时红灯灭了，女孩无力地瘫软在地上。突然，门下面的窗口里推过来一杯奶茶，外加一个便盆，看来这是把她当成宠物来伺候了。但没办法，女孩已经渴坏了，可刚喝没几口，墙上的红灯又亮了。就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，连女孩都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的精神已经开始恍惚，浑身更是不停地颤抖。但每次她要坚持不住时，房内的喇叭就会发出刺耳的噪音，以此让她清醒过来。在这无尽的折磨下，女孩终于没了力气，径直倒在了地上。老头带着男人立马走了进来，女孩恳求他们放过自己，但回应她的却是这个。女孩再次起身摆好姿势，但这两人并没打算饶了她。只见男人从箱子里拿出钢钉，看这架势是要把她钉在墙上。男人拿起钢钉，瞄准女孩白嫩的手掌，尽管女孩拼命求饶，那10多公分的钉子还是被男人砸了进去。女孩疼得撕心裂肺，痛苦声都显得那么无力。而男人此时又来到女孩右手边，就算不说话，女孩也明白他的意思，但她不敢反抗，因为反抗的下场比这更加严重。她只能乖乖地将手放到墙上。男人再次抡起铁锤，完事之后，老头走过来，冷冷地说了句 This is your home。鲜血顺着女孩的手心流了下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女孩的眼神开始涣散，甚至还幻听到父亲叫她回家的声音，求生的欲望再次燃起。女孩奋力地将手从钉子里拔了出来，疼痛感瞬间将她拉回现实。看着周围空无一人，她终于晕倒在了地上。等女孩再次醒来，已经彻底屈服。红灯亮起，她很自觉地把双手放到墙上，但却被进来的2人阻止。老头一脸慈祥地将女孩抱在怀里，还夸她说经受住了这次的考验。接着就让社区的邻居们为女孩包扎伤口，并且送来了干净的衣服。一个大妈还给女孩展示了自己的手，看来他们曾经也经历过这种酷刑。管理员给女孩介绍了这里的情况，这个社区其实就像是个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空间，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工作，而女孩现在要做的就是阅读社区里的洗脑材料，大意就是你必须先丢掉自己的尊严主见，才能获得社区的温暖和安全，并且必须向社区坦诚所有隐私，如有撒谎行为就会被所有人轮番扇嘴巴子。女孩似乎已经慢慢融入了这个集体，她被分配到了监控管理的工作，观察整个社区租客的一举一动，他们在这里毫无隐私，就连上厕所都被看得一清二楚。女孩不忍直视地扭过头，却发现了监控室里竟然也有摄像头。女孩不解地问男人，那么又是谁在监视我们呢？此话一出，男人吓得头也不敢抬。就在这时，女孩注意到一个老太太好像犯病了，连忙让男人通知了管理员。可没想到，他们得知后竟然在老太太床前摆满鲜花，要给她执行安乐死。因为老太太已经无法再给社区做出贡献，活着也是浪费资源。然而更没想到的是，老太太不仅欣然接受，竟然还非常感谢大家。在和众人告别后，她的头上就被戴上了塑料袋。随着毒气罐被打开，老太太很快就停止了呼吸。而女孩因为看监控有功，获得了老头的信任，她决定让女孩正式加入社区。于是第2天，她就给女孩戴上眼罩，将她领到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就开始为女孩举行仪式。女孩跪在地上，旁边的男人将一个带有标志的铁块烧红，然后就像烫牲口一样，生生烙在了女孩的耳后。接着众人开始拥抱女孩，还纷纷向她展示自己的烙印。仪式的最后，作为楼长的老头将一个独眼龙许配给了女孩。虽然女孩心中1万个不愿意，但社区的规定是无条件服从。独眼将女孩带回房间，正要洞房花烛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老头推开，原来是女孩的父亲找了过来。多日不见，女孩很想投进父亲的怀中，告诉他自己这些天所受的委屈，但她不敢，因为父亲正被人拿着凶器指着后脑勺。女孩只能硬着心肠赶父亲走，见父亲不肯，她就开始破口大骂。最终父亲被气得摔门而出，但同时他也安全了。
这天，女孩看监控时发现自己的朋友竟然也搬进了这所公寓，可想而知，她也经历了女孩所经历的一切。但不同于女孩的是，这位朋友根本就不屈服，还咬伤了男人。老头建议的不行就来软的，他让女孩出马劝劝朋友。果然，朋友看到女孩后平静了很多，但是在给朋友洗脑的途中，两人的意见产生了分歧。朋友趁女孩不注意，一脚将她踢倒在地，接着就往门外跑，但却被老头用门撞倒，然后就被绑在了地上。接着，老头拿出一把螺丝刀递给女孩，命令她放在朋友的耳朵上，自己则抡起了铁锤，眼看着锤子就要落下，女孩的良知瞬间被唤醒，她一把将螺丝刀插进了老头的脖子里，然后赶紧给朋友松了绑。可两人刚跑出门，猛然一声枪响，朋友就这样被爆了头。这下女孩心中的怨恨全被激发了出来，她冲上去拔下老头脖子上的螺丝刀，狠狠地在他身上扎了起来，直到老头彻底停止呼吸。然后女孩拿起她的手枪跑了出去。这时公寓里的所有人都来阻拦她，女孩想要唤醒他们，让大家一起逃离这所公寓，但是他们已经被彻底洗脑，从没想过要离开这里，也不准女孩离开。慌乱中，一个男人冲过来挟持了女孩，独眼趁机夺走了她手里的枪。女孩绝望地哀求对方杀了自己，独眼丝毫没有犹豫，一枪打死了挟持女孩的男人，然后一把将女孩推出门外，并摇头示意不要来救她，接着关上大门，开枪自尽。女孩终于逃出了这所可怕的公寓。然而当她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时，周围却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，接着路边所有的公寓都亮起了红灯。看来这张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，但女孩已经觉醒，她握紧拳头，义无反顾地奔向了自由。